小点动静，小点动静。皇上在里面吗？陛下，臣已恭候多时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真是烦透了！没想到太后也跟朕来了一招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适才宫宴上的事，臣已尽知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陛下不必如此过于烦心。今天要不是窦婴出来解围，真不知道怎么收这个场。太后的气大着呢。立储君的酒未喝成，太后自然动了气。关键是，梁王会怎么想？陛下破格接待梁王，不就是要争取拉住梁王吗？陛下这一招其实对的。今天的回应也是高明的，陛下还是要以手足情拉住梁王，结下骨肉之盟。那么北起泰山，西到高阳，梁国这一大片土地，就可以成为拱卫京师至关重要的屏障。结下了骨肉之盟，关键时刻，梁王才会尽手足之力。至于太后，一旦明白了大局，肯定也会帮着陛下的。就这样吧。和亲匈奴的事儿要抓紧。诺。选一位公主吧。这薛藩一开始形势难以预料，北边边境上可不能再出什么事儿了。诺。这是田郎官让送给韩大人的。来呀，这边的，哎，提过来，快点，好，快点，哎，这边，来，快点，给我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快起来，哎。官人到此看球，都享受此等待遇吗？回大人，普通官人只有一杯苦茶。那你这……回大人，这都是那边的田郎官让送来的。郎官姓田，我怎么不认识啊？哎，知道吗？梁王来朝了，可不，
听说太后专把大傩的仪式放在迎接梁王的宫宴上。听说楚王也来了。楚王哪能和梁王比？我听说皇上拿自己的御乘迎接梁王，还亲自驾车为他开路呢。好，好，预备，走！韩大人不要见怪，在下只是想结交大人。你是谁呀？为什么对本官如此礼遇呀？在下郎官田汾。其实我与你们家大王也是亲戚。亲戚？哪门子亲戚啊？在下的姐姐就是梁王的嫂嫂。宫中的王美人便是。可他姓王，你姓田，是义父兄妹？哟，失敬，还望田大人海涵呐。请坐。在下的娘改嫁前后生了我们两兄妹，韩大人是皇上的远客，也当然是我田汾的客人。我带我姐姐招待内史大人也是分内的事啊。多谢多谢。倒酒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归家海内鸡归故乡。安得猛士洗手四方。舅舅，停车！刘氏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归家海内。接着。接住了！这边。是吧？你不要命了你！啊！走吧，我们快走吧。晚疯了！你不要命了？你这么傻呢你！真吓死人了！干什么呢？打盆水来。打盆水去。宫闱之内险恶多端，姐姐，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。真气死我了！哎，你就别弄了吧，这的安全啊，靠不得别人，你得自己多加留意才行。可这防不胜防啊！你来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是来给姐姐打声招呼的。朝廷啊，要出大事儿了。这好好的出什么大事儿啊？嘿，你还看不出来呀？哎，去读书去，快去！匈奴啊，在边关闹成这个样子，满朝文武嚷嚷的要出兵，皇上居然不管，硬是把这天大的事给摁下来了。眼下曹大夫向各诸侯国派出暗探，上天入地的找茬，抓王爷们的把柄。抓什么把柄啊？王爷们不都是皇帝的血亲骨肉吗？等着瞧吧，朝廷可能就要大举动了，搞不好这回就要出大事儿。这可是个大马蜂窝，不统则已，一统就全乱了。朝廷和王爷们的这些关系盘根错节，弄不好是人人自危呀。姐姐，你在皇上身边呢，虽然皇上现在宠着你，可是这时候啊，你还是得多长些心眼儿。兄弟啊，我也正想问问你，你看皇上这2天总是心神不定的，大事小事都是只听那个晁错的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说姐姐，你不知道晁错什么人啊？了得啊！他是皇上的老师啊，
先帝时代，一个晁错，一个贾谊，大政方针啊，都是他们两个在幕后设计的。后来贾谊就先死了，先帝就安排晁错教咱们皇上读尚书。这个人啊，在朝中有名啊，人家都称他为智囊。后来先帝就安排他们辅佐咱们皇上。你说，皇上不信任他，信任谁呀？御史大夫、位列三公和丞相，还有管兵的太尉平起平坐。我听说他给皇上出个大主意，削藩。削藩？他削谁呀？我问问你啊，当今天下谁最富？我听说当今天下最富的，要数吴王和楚王啊。咱们皇上又穷又省啊，皇上一年的开销还顶不上楚王的一顿大席呢。姐姐啊，那个吴王刘濞啊，富的可真是流油啊。他手上有几百处铜山，皇上把铸钱的大权给他，那铜水一倒，凉了之后就是一串串响叮当的铜钱啊。当今天下流通的铜钱有一半是吴王供的，那吴国又地处海，供着关东西北的食盐。光每年挣的盐钱啊，又不知道多少金子，他财力早就超过朝廷了。哎，你可别忘了，要论辈分啊，吴王是他的小叔叔，可论感情，他可是皇上的仇人。兄弟，你说他们这个削藩，到底是错还是对呀？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哼，等于没说。坏事就坏在一削藩就要削出反叛来，天下就大乱了。这好事吗？天下一大乱，说不定咱们家的机会就来了，咱家智儿的机会也就跟着来了。哎，削藩，削的就是这些王爷啊。上有太后、皇后娘娘，下有长公主、丽妃妹妹，好事也轮不到你姐姐呀。进宫这么多年，要不是生出个智儿来，连个美人的名分也没有。姐姐，自小村里的老人们不就说过了吗？你不是泥土之人，早晚也得穿金戴银。姐姐，你是多聪明的人呢，生下的小刘志，一准儿错不了。讨厌，烦不烦？哎，你听我说，强可转弱，弱可生强。皇上的前途呢，就是你的前途；你的前途呢，就是你儿子的前途。要下大棋，一步都不能出错。我问你啊，梁王进宫，皇上召他入朝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说姐姐呀，这国事就是家事啊，你不得不留意呀。小叔叔进城了，就快要好戏看了，你等着瞧吧，他也想当皇上。你们说什么呢？陈公公，丽妃娘娘，皇上呢？刚才陛下已经到了宫门口了，可突然间呢，想起来要跟王美人说件事，转身就走了。我怕您着急，特地来告诉您一声。丽妃娘娘，别着急，咱们还有下一次。下一次我一准把皇上给你引到这儿来。谢公公啊。来。这个皇帝真让人没法做。你说老太太干嘛总那么偏心眼儿呢？她心里只有刘武，那么郑还是不是她儿子呢？人老了嘛，总是要疼小的呀。不，她是一心指望，将来有一天，
让刘武接朕的位。陛下，您误会了。对母亲来说，手心手背还不都是肉啊？不过，以贱妾之见，太后也不过是想为自己的将来，预做一个长期的谋划罢了。怎么讲？您想啊，您在太子位上一守多年，当了皇上，可身体又不太好，老太太的身子板可是硬朗得很呐。一旦您有个山灵崩，到时候让老太太只靠谁去啊？她能不想得远点吗？你这人聪明。陛下，出去，出去！叩见大王。你跑到哪儿去了？现在才回来？这臣刚听说昨天宫宴上出了大事儿。现在看来，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皇上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王的忠诚啊！你在城里打听到什么了？啊，朝野上下的飞短流长，那是什么时候都有的，不足为奇。现在的中心话题都是关于削藩的事啊。哦，那你看，依臣看来，皇上毕竟在先帝的朝中做了23年的太子啊，23年的壮怀之情，23年的耳闻目睹，早已是老谋深算呐。皇上身边能够影响他的人，首推晁错，但晁错此人，明于国家大政，昧于人情世故。形势过于急了，削藩如果开始，就怕收拾不了。大王，你得考虑好了。晁错刚刚以受贿的罪名革除了吴王丞相袁盎的职务，这是杀鸡给猴看。晁错还派出大批耳目奔赴各地，寻觅各诸侯王的罪行。看来已是箭在弦上了。大王胸中要有数啊！一旦削藩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吴王刘濞，这可是一招险棋呀！一旦削藩，触动的就不光是吴王一家，所有的诸侯王一损俱损，他们极有可能联合起来与朝廷拼死一搏呀！他们敢造反？1、2个王反并不足虑，最可怕的就是他们联兵而反。这些王爷都是高皇帝留下的金枝玉叶，谁怕谁呀？就说这个胶西王吧，他一向自视为高皇帝的直系嫡孙，认为天下早应该是他的，压根儿就没把皇帝放在眼里。不管他们表面上是如何的恭顺，他们的心里永远不会平衡的。大王，您说，他们能老实吗？所以微臣要说，皇上必须依托于大王的力量，才能抗衡各国诸侯可能的联合。虽然皇上胜了，大王并不一定得利。但若是皇上败了，大王一定也要完蛋，要做最坏的打算了。你是啊，看来眼下也只有这么一条路了。大王虽然只能与皇上结成联盟，那也不能白干。
从长远来看，削藩之策不仅是针对其他诸侯，说到底，大王你也是藩王之一。飞鸟尽，则良弓藏。等削完其他藩王，怕也就要轮到大王您了。所以从现在起，还要早做谋算。咱们要让朝廷吃不进去，也吐不出来。大王何不趁着和皇上结盟的机会，向朝廷要军备、要武器，还有款项？凡是大王平时想要而得不着的，这会儿尽管去要，只要大王提出要求，皇上都会给的。听着，包围楚王官邸，冲进去！怎么回事？报告大王，什么声音？我们的官邸被廷尉包围了。妈的！你们是什么鸟人，敢到本王官邸捣乱？老子问你们话呢！曹大人，你带兵包围本王官邸，是何用心呢？本御史奉皇上授权，纠察汉室所有王侯及官员的不端行为，所以……难道本王这里也有什么不端吗？我想问问楚王，贵府上是否藏有楚馆的歌妓？有又怎么样？难道本王的私人嗜好违反了哪条汉律不成？找歌妓虽不为汉律，可前年大王来朝参加文皇帝薄太后的葬礼，国丧时期还与这几名女子淫乱，这可是犯了私奸淫荡之罪，这是要问刑的。晁错，你是在存心找本王的罪名啊！哼，呸！你不得好死！大王如有什么冤情，可以向皇上去说嘛。呸！早知如此，我恨不听众人的话，早杀了你！朕今天体力不行啊，今天的猎货落在你后面了，今天得全看你了。不，陛下，那不过是碰巧了，这些小东西啊，是自己撞到剑上的。哎，老三，朕有一件大事儿得跟你说说，想听听你的看法。陛下，请讲。这晁错大夫建议朕立即削减各藩王的领地，收归朝廷作为郡县。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陛下，此事，陛下不该与臣弟轻易啊！不，臣弟，毕竟也是藩王之一嘛。不，你梁国可不一样。一旦削藩，你梁国不仅不能削弱，倒是应该充实。有你为朕守在东边，即便来了个天下大乱，朕有个亲弟弟可以依重，朕也就不怕。臣弟谢陛下。陛下既然这么说，那臣弟就斗胆进言8个字：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好，对，有你这个话，朕心中就有底了。是啊，陛下。
这是梁王的剑，这上面还刻着梁字呢。我看看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梁王这样做岂不是违制？上林苑是皇家园林，任何人不得私带兵器进入，梁王应该知道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皇上，卑职有要事禀报皇上。嗯。禀报皇上，梁王违制了，请皇上圣裁。啊？你们大惊小怪干什么？梁王是朕的亲兄弟，他的剑就是朕的剑，他的兵就是朕的亲兵。堂弟之花，恶佩一仪，手足之情，莫如兄弟。来，一起唱。堂弟之目，花朵连连，根连着根，花连着花，手足之情。来唱了。堂弟之花，恶佩一仪，手足之情，莫如兄弟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哎，平身吧，平身吧。谢万岁！哎，说说看，有些什么上奏啊？启禀皇上，有御史署参奏楚王刘戊私奸淫荡一案的奏本，还有弹劾赵王刘随。还有呢？还有御史大夫晁错报来，请予廷议的削藩册。那个。这个削藩册，朕已经读过了。今天早朝叫大伙儿来，就是想听听你们的见解。这件事儿事关重大，关系到朝廷的百年大计、千年大计。所以今天大伙儿可以畅所欲言啊，都谈谈。御史大夫晁错，臣在。你可以先做一个说明。朕也想听听在座各位的高见。臣遵旨。诸位公卿，诸位列侯，诸位宗室大臣，臣之所以现在提出削藩之策，并不是有什么新鲜主张，不过是实施先帝的遗愿。晁大夫，你自己的主张就说是你自己的。如果擅冒先帝之诏的名义，应论以大不敬。窦大人不必多虑，因为这确实是先帝的主张。孝文皇帝乾元11年，当时卑职出任太子府师，先帝召卑职入未央宫，赐微臣看一个文件，
并抄录以转成皇太子。什么文件？就是当时任梁怀王太傅的博士官贾谊的一封密奏，章题是《论治安策》。贾谊说，当今天下形势犹如遍地干柴，我们正躺在干柴之上。贾谊，不就是那个出身洛阳的市井小子吗？一贯危言耸听，声誉不佳呀。当年的《论治安策》就是贾谊受先帝之嘱而作，策中提出根本问题有3：流民问题、削藩问题和抗击匈奴问题。策中所建议的条陈，例如为了防范诸侯扩大梁国封地，以梁王据守梁国，以平魏关中，改大齐国为6小国，分淮南1国为3国，这些都是先帝当时为后日削藩做准备的固本之计。曹大夫，贾谊当年的那个《论治安策》，您可以着文例誊写若干份，给在座的都发一发，都看一看。臣遵旨。今汉之天下，以1分为多。天下54郡，同姓诸王领有天下39郡，而陛下直辖不过15郡。仅就土地人口而言，诸侯王就占了2/3啊！我汉家的诸侯分封制度，本意是以天子为中心，让诸王做王室之平藩和辅佐。各诸侯王呢，本应和朝廷命官一样，都是天子的仆臣。可是，一些大小诸王们，上马治军，下马治民，任意生杀予夺，擅自行事。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从来不向朝廷禀告。有的人甚至目无皇上，数10年不入朝供奉，连皇太后也不来进拜。汉家之制令早已不能通行于诸侯各国，这样下去，恐怕迟早要发生不利国家的事情，以至于重演春秋战国的大乱局面。陛下，臣进一言。陛下当临大位上不久，举政议以安定祥和为主。当今四海一家，天下承平，列王诸侯与陛下有骨肉之亲，更宜以和为贵。晁错的这种言论，危言耸听，有煽乱挑拨之嫌。请问中尉大人，汉立国数10年以来，何曾真正安定过？晁大夫，你什么意思？高祖在世10年，异姓诸侯反者9起。文皇帝在位20年，先有冀北王刘兴居谋反，事隔3年，又有淮南王刘长作乱。那么你认为当今谁会来造反呢？譬如当今的吴王刘濞。刘濞，陛下，御史大夫这样当庭指斥在位藩王以下犯上离间皇亲，如果传到诸侯耳里，恐激生变故。陛下，当今天下太平，吴王刘濞乃高皇帝嫡亲侄儿，既是孝文皇帝的堂兄，又是皇上的堂伯父。当年高皇帝定天下后，九江王穷部造反，吴王刘濞身临疆场，立有战功。其封国之郡50城，乃是高皇帝亲手所封。吴王多年不入朝，也是因为先皇帝体恤其辈高年老，准期不朝。如果皇上要召吴王觐见，
可直接派使宣诏，岂能容外臣擅论陛下家事，离间骨肉？今天是廷议，既是廷议，就言者无罪。朕看大家还是先沉住气，多听听人家说的，多想想。话说过头的，就姑往听之吧。高皇帝封吴王时曾说：“忘弃者言，朕死之后50年，东南有人造反，不会是你吧？”多年来，吴王不仅不入朝觐见，而且有违君臣之礼。本属不断得到密报，吴王自恃地大财丰，一直在招募侠客，整武练兵，确有不轨之徒啊！吴王还私下串联其他若干藩王，在他的教唆下，胶西王、楚王、齐王也都骄奢淫逸，无视汉律，侵蚀国地，蚕食无人之土，以致公然驱逐朝廷守官，鞭挞朝廷命员，十分嚣张。北臣之所以修改汉章30条，就是为了立法纠和。凡诸侯王犯法，不仅应该与庶民同罪，而且应该根据其过失的程度，削夺其封地。这就是削藩策的主要命意。这个削藩策，朕看它的实际意思就是8个字儿：尊君强国，惩治不法。魏齐侯，朕看你今天倒是很沉得住气，有何高见？陛下，请允许臣向曹大夫提几个问题。你说，提吧。削藩令一下，势必上上下下雷厉风行，其态之大，其势之猛。但会不会操之过急呢？会不会积而生变呢？朝廷内外所有的相关部署和准备都有了吗？那你看，都要做哪些准备呢？臣以为，削藩之策，即便是先帝所赞同，但先帝为什么不急于施行呢？先帝的办法，其实不是用大火去烧，而是用温火，甚至用烟去熏，慢慢的渗透。当今我等急于定策削藩，必然会使诸王都感到不安。这样，会不会使那些本心不反对朝廷的人，也对朝廷滋生出不满呢？臣以为，削藩之事应从长计议。当务之急，我们的矛不是指向内，而应是向外。全国上下求大同，存小异，团结一致，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，那就是匈奴。晁错大夫这个削藩策还是有道理的。至于匈奴，朕决定奉行高皇帝和孝文皇帝的和亲之策，不轻启战端。但是这个削藩大策，关系到大汉立国的根本，
看来是非得实行的了。既然陛下圣意已定，臣就不多说了。请钟大夫拟几道旨：楚王刘戊在太皇太后居丧期间，私奸淫荡，按律当斩。念其是皇室宗亲，又已有悔过自新之意，予以特赦，削去其东海郡，其管辖权收归朝廷。赵王刘随服用伪制，辱骂朝廷命官，故念其是初犯，削去赵国之河间郡，收归朝廷。就希望刘昂在国内擅立名目，卖官鬻爵，威制严重，削去胶齐国所辖6县，收归朝廷。至于吴王刘濞、御史大夫处，虽有其图谋不轨的检举，但他是朕的伯父，在本朝开国之际，又立有战功，朕决定降旨申斥，以示警告。其锋义，暂不削减。好了好了，那个宗正大夫来了吗？微臣在。朕问你啊，当年朕误杀了吴国太子，他的陵墓一向可好？一切安好。你一定要按时整修啊！4时祭祀，生一个，按皇太子礼仪